盒子之外，跳出盒子看世界。今天我们来聊聊 MBTI 16型人格中的 INTP 类型。如果你是 INTP， 那么你的能量来自于独处和内省。你们对世界的印象是概念性的、抽象的，重视事物的内在联系和相应的可能性，这也是你们决策的基础。你的决策是客观的，而非情感。你们同时践行着灵活、随性、适应性很强的生活方式。你是一个独自思考着事物本质，冷静地分析每种可能性，但是同时忘记自己烤的面包已经糊了的人。INTP 这4个字都略有出世的倾向。 I 可能意味着远离人群，享受孤独。 N 可能意味着抽象，远离感官世界。 P 意味着对事不对人，容易导致距离感。最后是 P， 这可能意味着一种随遇而安、不强求的态度。当这4个字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， INTP 就会呈现出一种超然世外的形象，一种看破红尘的感觉。要了解 INTP， 一定要理解 INTP 用理论解释世界的渴望。严密的逻辑和一致性是 INTP 推崇的艺术。一个一以贯之可以解释万千世界的理论，可以让 INTP 心驰神往。古往今来的伟大理论，无论是哲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，甚至包括各种规则和规律，对 INTP 都具有吸引力。即使你的想法不够实际，甚至是错误的，但是如果你在过程中运用了较好的逻辑思维，能够自圆其说， INTP 也会觉得值得一听。在大约20到30岁这个阶段， INTP 往往会开启一段疯狂的求知模式，并尝试去理解大一统的图景，追求心中的绝对真理。通过进一步开发他们的直觉 N， INTP 可以为他们的主导功能 T 在判断之前引入大量开阔的信息，但也由于直觉功能极具开放性和可能性，这要求 INTP 在得出强有力的观点和信仰之前，先探索一大堆新奇的想法。处于这一阶段的 INTP 可能会因此而变得不大敢相信任何事物，甚至有些人可能陷入到认知论上的虚无主义，会怀疑他们也许终其一生都寻不到世界的绝对真理。这个过程可能长达数年甚至几十年。 INTP 不断地前去了解他们自己，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，以及他们在这个世界的位置。有戏言称 INTP 就是轮椅上的大脑。 INTP 只要能从床上爬起来，他们可以做成任何事情。不同于 INTJ 会践行自己的想法， INTP 在行动上稍显迟缓，但是不要误以为他们什么都没做，他们大脑的神经突触在飞快地运转着。 INTJ 常常苦恼于生命苦短，不能实践自己的全部想法，而对于 INTP， 实践根本不是问题，只要想通了就是做过了。对 INTP 而言，完成任务都只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探索的过程。有一种夸张的说法，如果 INTJ 是天才的话， INTP 就是神。虽然表述浮夸，但 INTP 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的耀眼光芒确实难以掩盖。 INTP 是思想巨人的高产族群，典型的 INTP 爱因斯坦所进行的思想实验，以匪夷所思的方式颠覆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。笛卡尔以一己之力为西方现代哲学奠基。黑客帝国的男主角 Neo 也是典型的 INTP。在所有人类文明被当成生物电池活在虚拟世界中时，只有怀疑一切、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终极真理的 INTP 才能从中觉醒。 Why am I here? 成功 INTP 的人生都经历过孤独思考、破茧成蝶的过程，他们通透的智慧具有令人震撼的时空穿透力。 INTP 是所有人格类型中最需要独处的人格，就像异型人格需要朋友一样。从思维中获取养分和满足感是 INTP 的生活方式。 INTP 的内倾型思考方式使他们不喜欢社交。简单有效的逼疯 INTP 的方式就是把他们连续3天暴露在高度没有自我空间的场所，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人的注视之下。同其他 NT 理性者相同， INTP 也偏好复杂的系统，诸如数学、语言、计算机都是 INTP 所喜欢并且愿意努力去尝试的。对系统的了解、探索、掌握和操纵，往往是 INTP 无意识的行为，他们享受这个过程。他们的 P 型偏好也让 INTP 不断跨学科、跨系统的探索，这一点经常让 INTP 的思想具有开放性和革命性。与 INFP 一样，
INTP 也需要慢慢的去呈现自己的内心世界，但相比之下， INTP 善于隐藏部分人格，这是尤为特别的一点。具体说来，就是他们极度理性清醒的那一面。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完全走进 INTP 的世界，而其他的大部分人也许只能通过接触 INTP 的作品，来与他们的内心世界有一个短暂的相遇。很多 INTP 都对写作感兴趣，因为这为他们更充分、更准确地表达自己提供了很好的途径。不同于 INTJ，INTP 大多比较随和，也会比较容易接受对方的意见，并把其作为标尺反省自己的方方面面。INTP 看起来会比 INTJ 情商高一些，不过也只是看起来而已。在 INTP 的思维里，他们身边的人、他们身边的事并没有什么两样。但是 INTP 擅长伪装，特别尊重别人，为了亲和，常常戴着面具。INTP 可以给初识的人一种可以值得深交的温暖，然而大部分情况下，他们可不觉得对方值得见第二次。他们爱人类，却不爱其中任何一个。说到 INTP 的缺点， INTP 超然出世的态度导致他们经常会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。由于太过超然， INTP 经常被认为脱离现实、脱离社会。 INTP 虽然喜欢尝试很多，但最感兴趣的绝对不是主流的东西。升职加薪这些话题似乎和 INTP 绝缘。 INTP 的内心可能在盘算的事情包括如何理解音律、色彩的原理、机械和哲学的关系、康德的理论、执政党的可法性等等。这也就代表他们和大多数人都聊不来。涉世未深的 INTP 会假设身边的人和自己做了数量相同的思考，结果交流之后才发现其他人并没有，而导致失望的情绪。神奇的是， INTP 同时清楚地知道和别人聊哪些话题能把别人聊嗨，可以在性格迥异的不同人面前自然地表现出能让对方最放松的人格。可是这种不让 INTP 感兴趣的话题和人格切换，最终会让 INTP 感觉精疲力尽。由于 INTP 很难坦率地表达自我，他们反而容易在没有任何事先沟通的情况下做出突然的一些决定。其他人会感觉难以置信，为什么 INTP 压根都没有谈及过这些决定。 INTP 对于赤裸裸地表达自己非常不适，在压力下他们会展现出一些消极的攻击行为，比如故意加班以回避家庭的压力。 INTP 的表达能力可能会远远低于他们自身的实力。 INTP 的思维方式是追求统一与一致性的，逐字逐句的表达总是不能触及智慧的核心，总是要不断的加上前提。这种表达方式不仅让听者困惑，也让 INTP 颇为心累。 INTP 时常怀疑语言的力量，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没办法把自己深奥复杂的思维给其他人讲解清楚。比如陈景润坐拥人类智慧的皇冠，上课却一塌糊涂。 INTP 对于学科知识的兴趣往往远远大于对自己学生的兴趣，这样就使他们很少愿意通过牺牲理论的精确性去迎合学生的理解力。结果就是很多复杂抽象的问题，虽然他们看起来是如此的显然，可学生们却总是听不懂。 INTP 也会遇到职场上的一些问题，他们随和善变的个性可能会与大多数企业里的 TJ 经理产生矛盾。 INTP 常被提醒要脚踏实地，不要做白日梦，赶快回去工作，或者希望你能够遵守规则。 INTP 是随和的，但又是自负的。一般人犯错时会预料到会有批评，而对于 INTP， 动摇他们对于理性、逻辑以及真理认知的批评，会让 INTP 无法接受。这导致 INTP 有憋大招的习惯，总是把事情做完再寻求反馈，而不是在反馈中持续优化。这限制了 INTP 在精益化作业中的潜力。 INTP 喜欢直接跳入深水区学习，因为他们认为在困难模式下学习才能更深刻地把握事情的本质。在放完大招后， INTP 又会急不可耐地切换目标，探索下一个认知高峰。因此，人们常常发现 INTP 们浅尝辄止。不过，这些缺点都是世俗的定义，也许超凡脱俗的 INTP 们根本就不会在意呢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写下自己的留言和看法，也欢迎大家订阅盒子之外，这样就不会错过节目更新了。